这是一部全篇只有一个坏人，却能让猛男看了都落泪的电影。一个衣不蔽体的女孩躺在草地上，一旁的男人却不慌不忙地提上了裤子。显然，女孩刚刚经历了一场难以启齿的遭遇。此时，女孩的手机响了起来，男人却不慌不忙地走到她面前，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后说：“엄마 걱정하시나 보다。”接着，男人又警告女孩，如果敢报警的话，你妈妈就死定了。就在这时，旁边的小路上却传来了呼喊声，女孩的妈妈正在焦急地寻找迟迟没回家的女儿。听着女孩妈妈的声音，这个变态男又冒出了一个邪恶的想法。说完就转身走向路上的妈妈。女孩的眼神慢慢的从绝望变成了愤怒，她起身抓起一块石头，直接从身后打倒了男人。接着她发了疯似的敲打着男人的脑袋，她痛哭着一下又一下的，直到男人彻底没了动静。女孩名叫小美，有一个善良却有语言障碍的妈妈。多年前父亲去世后，母女俩就相依为命，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也还算幸福。如今刚满18岁的小美，更是高中没毕业就主动选择了肄业打工，从而减少家里的经济压力。小美最大的梦想就是考上公务员，让母亲过上更好的生活。她还会利用空闲时间锻炼母亲的语言能力。안녕하세요。虽然很吃力，但母亲还是会努力学习，因为只要女儿开心，她什么都愿意做。就是这样一对努力向上的母女，却被一场始料未及的意外推入了深渊。这天，母亲正在纺织厂工作，却不小心扎破了手指。老板四眼男立马就通知了小美，小美也很快就来看望母亲。殊不知自己已经被这个看似斯文的恶魔老板给盯上了。第二天，母亲正在看女儿发来的照片，四眼男就在旁边偷瞄，还不停地夸小美漂亮，夸着夸着就变了味儿。졸업하기전에저한테시집보내세요。母亲当场就愣住了，谁知四眼男又说：“나만한남자없는데엄마다즐겁게해줘。”这下母亲彻底忍不了了，直接一个耳刮子打在了四眼男的脸上，然后就气冲冲的离开了。接着男人就来到了小美工作的咖啡馆，说要买一杯咖啡。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小美立马表示多亏男人长期以来对妈妈的照顾，这杯咖啡他来请，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四眼看着他修长的美腿，表情慢慢变得猥琐了起来。当晚四眼喝了很多酒，越想越气的他便真的行动了起来。他跟踪下班回家的小美，趁没人的时候将小美掳到草丛中行了禽兽之事，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事后，小美主动去自首，但律师却告诉她，因为四眼已经死了，没有证据表明男人的行为属于性暴力，因此正当防卫不成立。小美将面临的可能会是故意伤害致死的罪名。案件很快开庭，小美的行为被认定为报复性误杀。鉴于多种因素考虑，最终被判了5年的有期徒刑。得知判罚结果的母亲当场崩溃，她愤怒地冲了上去，跪在法官面前求情，希望自己可以代替女儿受罚。然而法庭又启示过家家的游戏，无奈的母亲跑向女儿，两母女痛哭着抱在了一起。这一幕让无数人为之动容，可即便这样，也无法改变母女俩的命运。很快，小美就被送进了监狱。可刚进入牢房，就因一个小意外，遭到一名狱友的毒打。女孩被变态男侵犯，男人甚至又打算将魔爪伸向她的母亲。女孩一气之下用石头打死了男人，最终女孩却因此被判了5年的有期徒刑。第一次进入到牢房时，她像极了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卡拉米。而这里的另外5个犯人分别是犯了重婚奸偷窃罪的翠花、组织色情交易的皮条姐、盗窃犯平头妹、诈骗犯淑芬以及杀人犯胖姐。刚一进屋，小美就不小心踩到了一旁的平头妹，结果就被毒打了一顿。好在其他几个狱友及时上前阻止。原来平头妹并没有恶意，只是患有情绪管理障碍症。接下来狱友们纷纷开始安慰小美，还给她的伤口抹药膏。小美是庆幸的，因为这些姐姐们并没有为难她，相反还非常的照顾她。小美也试着开始和他们进行沟通。근데 언니께서는 높은 분이세요? 왜 옷이 핑크색이에요? 아, 이 옷. 모범수. 가수 김범수 아니고 죄수 모범수. 初入监狱的小美一时间还不能适应这里的劳役生活，但听说在这里的劳动也有薪资时，她又打起了12分的精神。毕竟母亲还在外面等着她回去。虽说如此，但一到了晚上，小美还是难以入睡。胖姐看到后便过来安慰她，还说起了自己的故事给她听。原来胖姐曾是一名老师，自己的儿子被醉酒司机撞死后逃逸，冲动之下，她就往那名司机家里放了一把火，结果房里的5个人都被烧死了。如今胖姐已经被判了死缓，她还是没有坐吃等死，而是积极的过好每一天。听了这个故事后，小美的心情好多了。没多久，母亲也来看望小美，因为是第一次来，她带来了女儿最爱吃的披萨，可却被告知无法带进去。母亲只好来到卫生间里，对着镜子一遍遍的练习想对女儿说的话。可母女俩见面的一瞬间，两人就都哭成了泪人。건강하게 잘 지내고 있어. 우리 딸도 잘 지내고 있지? 우리 엄마 구화 공부 많이 했구나.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因为这次见面，小美再次重拾了对生活的希望。可第二天，小美就发起了高烧，难受的下不了床。随之而来的是一条让人无法接受的噩耗。 알고 있었나? 무슨 말씀이신지. 임신한 사실 말이야. 这还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挑苦命人。那一刻，小美崩溃了，她发了疯的跑向监狱的大门。此时，她是多么的想念妈妈，想将心里的委屈告诉她。最后，狱警们将她给抓了回去，还给关进了小黑屋。狱友们得知了小美入狱的真相后，都很关心她，同时也因孩子该不该生而产生了分歧。没做过母亲的皮条姐表示，孩子是无辜的，当然要生下来。其他人却不这么认为。 생각 좀 하고 말해. 그 애를 낳는 게 말이 되냐? 그 성폭행 당한 거니까 뭐 낙태 수술 받을 수 있는 거 아니야? 问题就在这，正是因为案件没有被判定为性侵，所以小美才被判了5年。但不过任谁来看，这个孩子都还是不生的好。因为放心不下小美，胖姐就来到小黑屋看望，结果就发现自残到虚弱不堪的小美。 야, 마음까지 이래 차가워지면 어떡하노? 花季少女惨遭侵犯，却因失手杀人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她还怀了施暴者的孩子。好消息是，她的刑期也因此被改判为1年，但这仿佛对她而言并不是个好消息。孩子不能打掉的话，她必将会遭受世人的指指点点，还不如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她拼命的自残自己，一次次拒绝母亲的会面，甚至用玻璃碎片捅自己的肚子。好在被平头妹和狱警及时发现，送去医院后却被告知孩子已经6个月了。但怎么看她的肚子都不像怀孕6个月的样子。医生的解释是， 아기는 엄마 마음을 알거든요. 엄마가 거부하니까 자꾸 뱃속으로 숨어드는 거예요. 그래서 몸에 변화가 없는 거고요. 回去的路上，监狱长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他说了母亲最喜欢的糯米糕，而不是自己喜欢的披萨。也许这就是他想念母亲的一种方式吧。监狱长悄悄地记了下来。回去后，监狱长还给小美安排了相对轻松的工作。好心的狱警甚至告诉他， 내 밑으로 심부름 시키면 나한테 꼰질러. 알았지? 没想到，在这个黑暗的监狱里，却处处充满着温馨的一面。狱友们更是对他照顾有加，不仅不让他做任何卫生工作，还每天带他去晒日光浴。期间，胖姐问小美有什么想吃的或者想做的事情，心情好多了的小美说： 코스모스 보고 싶어요. 어떤 걸 낳게? 这也不怪胖姐，在监狱里让人上哪去给你找波斯菊。回到牢房后，淑芬还将自己爱看的历史书送给了小美。小美忽然又想起了自己的梦想，于是便问道： 저 혹시 전과자도 공무원 시험 볼 수 있나요? 못 들은 걸 낳게. 정리해라. 小美意识到可能是自己的奢求太高了，殊不知她晚上睡着时，狱友们会一个个的跑进卫生间，一待就是很长的时间。第二天，她就在卫生间的墙上看到了五彩斑斓的波斯菊，小美非常的感动，自己也画起了波斯菊。而此时的胖姐又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참, 소장님께 부탁해서 알아봤더니 출소하고 만 5년이 지나면은 전과자도 공무원이 될 수 있다고 하더라. 정말요? 监狱里的生活虽然苦，但在这几个好姐姐的陪伴下，她们努力的苦中作乐，成为了整个监狱中最让人羡慕的焦点。这天，隔壁牢房的狱霸还想欺负小美，胖姐直接狠狠教训了对方一番。 이번에 죽이면 6번째 살인인데 보고 싶나? 오빠 왜 그래 언니? 내가 우리 방 식구들 건들지 말랬지. 미안해. 내가 잘못했어. 그래도 내 말 무시한 만큼은 아파야지. 慢慢的，小美也振作了起来。她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让母亲等她1年的时间，到时候2人就可以在外面见面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小美的肚子也越来越大。监狱长给小美送来了糯米糕，还嘱咐她一定要躲起来偷偷的吃。另一边的狱友们也没有闲着，开始为即将出生的婴儿做衣服。他们偷走犯人的被褥、毛巾等当布料，就连一向严肃的胖姐也参与其中。还有美好的事情总是会传染的。当胖姐和皮条姐上工时偷偷做衣服，被狱警发现后，不但没有受到处分，一向严厉的狱警还送上了一盒针线。更搞笑的是，为了丰富衣服的颜色，他们甚至偷偷剪掉了淑芬红色囚服的一条裤腿，做了一件婴儿上衣。孩子快要生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想办法为孩子取名。整个监狱的氛围都因小美和即将出生的孩子变得温馨了起来。 보니 부르기도 좋고 뜻도 좋고 의미도 있고 좋네. 한글이다.
这天，小美的羊水终于破了，但她没有第一时间声张，而是忍着剧痛跑回牢房，偷偷拿出一罐子药丸，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这些都是她之前假装头疼攒下的药，为的就是今天阻止肚中孩子的降生。最后，她把事先准备好的信件夹在门上，然后了无牵挂的倒下了。等狱友们赶来时，小美才被送去医院。可此时的小美根本不配合，不愿出一点力气。她想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和孩子的生命，医生们只好强行推压她的肚子筑成。 너무 심한데요, 선생님. 이러다가 쇼크 올 것 같아요. 여러분, 정신 차리세요. 정말 힘 안 주실 거예요? 이러다 산모도 아기도 둘 다 죽습니다. 더 밀어요, 더. 네. 여러분, 정신 차리세요. 此时，狱友姐姐们正看着小美留给他们的信。小美对他们长时间以来的关心表示了诚挚的感谢，还鼓励他们每个人都要坚强的活下去。姐姐们纷纷哭了起来，同时也不停地为小美祈祷。可最后，小美还是没能挺住，成为了植物人。当母亲得知事情后，发了疯的冲向医院，哪怕掉了一只鞋子也完全不在乎。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女儿，她绝望地哭喊着。平静之后，她摸着女儿的额头说：“다음 생이고 7살은 7살답게 15살은 15살답게 그렇게 살아줘. 엄마가 잘못했어. 可能是母亲感动了上天。不久之后，小美的手指动了一下，接着清风吹动她的长发，画面来到一片波斯菊地里，一对夫妻带着一个小孩正在玩耍，小美的妈妈也正在烫衣服，一旁放着的正是小美的公务员面试资格证。随着一声妈妈传来，母亲微微一笑，看向了镜头。电影到此结束，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有人说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也有人说孩子没能出生，有人说小美已经醒了过来，也有人说她再也回不来了。最后的这些画面到底是小美脑海里的幻想，还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你更偏向是哪一种呢？